马斯克移民火星的设想传的是沸沸扬扬呀，但是前提是能改造好火星，否则马斯克斥巨资研发的火星生活舱，那就是一个个大号的骨灰盒。要么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针对如何改造火星这一点，马斯克话不惊人语不休，又提出了一个核弹炸火星的改造方案。事实上，这个方案也不是他想的，在马斯克之前，这个构想就已经流行了起码半个世纪了，而且理论上可行，就是利用核弹爆炸产生的热量去加热火星地表下存在的大量干冰，继而通过干冰受热气化去形成一个足够厚的二氧化碳大气层。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这个方案到底可不可行，那是科学家和那些科普作者的事情。大幕需要的只是一个引子，一个人类从未亲自登陆过火星的时代，却在考虑如何改造火星造福人类的引子。因为今天的主题，二战时期日本的富号实验，或者也叫飞象计划，跟这个引子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当时的日本从1942年8月起，面对美国以及盟军的反攻接连失利，特别是所罗门战役过后，美国海陆空三军所采用的跨岛跃进战术连连告捷，一套连招下来，逼得原本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军官们个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就连当年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觉得有实力将东半球收入囊中的雄心壮志，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他们后悔了，后悔当初树敌过重，为啥要拼上身家性命去和整个世界作对？可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后悔药的。但就在军国主义政府一众高层绞尽脑汁却又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一个名叫荒川秀俊的男人出现了。他向日本军部提交了一份摆脱军事接连失利阴影的建议书，以及一张气球炸弹的设计图纸。要是放在偷袭珍珠港刚刚胜利那会儿啊，恐怕日本军部无一例外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傻子。气球怎么可能成为武器呢？但荒川秀俊愣是用多年所学的气象知识，证明了气象学不但能够预报天气，还能作为武器。当然，这里的气象武器不是咱们现在很多人脑子里那种科幻气息十足的控制甚至是改造局部地区的气候条件，比如人为制造地震、暴雨、电闪雷鸣啥的，而是利用本就存在于北太平洋中纬度地带10000米高空上的一个由西向东的大气环流层。按照荒川秀俊的设想日本和美国恰好处于相同的纬度，如果把他设计的气球炸弹从处于上风位置的日本释放，不出意外的话，这些气球会以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向美国，而且只需要3天就能达到美国本土，实现对美国的轰炸。当时的日本首相小幡国照正愁得直跳脚呢，一看到这个建议，当即就指派专人开始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并很快得出了一个计划可行的结果。一时间，荒川秀俊这个原本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气象台台长，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摆脱困局的最后希望。战时动员机制也再次启动，无数女学生和妇女被动员参与到了气球的制造过程当中。由于气球的体积庞大，直径动辄数十米，普通场所根本装不下，所以日本军部在研究后决定干脆就把那些电影院和相扑馆都拆了吧，反正战争期间也没什么心思欣赏国际，更没什么人看电影。1944年9月25日，日本军部指派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直接指挥释放气球的特种联队，并于1944年11月18日到1945年3月期间相继投放上万个携带炸弹以及燃烧弹的气球。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无数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军官，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当天的报纸，期待能从上面看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捷报。结果很明显嘛，并未取得什么辉煌战果呀。而且整个武器的设计思路奇葩，莫名有点开盲盒的意思。能不能成功轰炸美国，全靠命运决断。但不得不说，在那个还没出现任何跨洲际武器的时代这个气球炸弹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大规模释放的洲际武器了。虽然没有给美国带来实质性的打击或者是经济损失，但也着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让美国从上到下的恐慌数值爆表。尤其是美国地区防卫司令部、各地驻军以及消防队，个个被折腾得狼狈不堪。往往这一块的森林大火还没扑灭呢，就又接到电话说是又有一片森林着火，关键还找不到原因，也从未抓到过任何一个故意纵火者。没办法，美国当局也只能派出一大批特工，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些近期时常发生大火的森林蹲守，这才发现造成森林大火的罪魁祸首竟是一种携带炸弹的气球。可以想象那段时间的美国人每天都过的是什么日子，谁也不知道自己头顶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一个会爆炸的气球。最危险的时候，一颗气球炸弹直接降落到了汉福德核工厂上空，这里正是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关键位置之一。要不是这个气球没有爆破成功，只是挂在了电线杆上造成了工厂电力系统中断了1/5秒，而且由于应急措施到位，并没有导致反应堆冷却系统罢工，否则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可就不一定能在1945年7月16日实验成功了。
后面轰炸日本的2颗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按计划制造出来。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万一日本被逼急了，狗急跳墙，在这些气球上吊装细菌武器或者化学武器怎么办？又不是没用过呀。好在1944年底，美军就已经启用了马里亚纳基地，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制空权的日本列岛已经被扒下了最后的遮羞布，进入了美国远程轰炸机的作战范围。并很快根据地质专家对气球上用于配重的砂石的鉴定，确定了日本释放气球的基地就在九州岛、四国岛以及本州岛的几处海滨。对这些基地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小插曲，为了避免引起更大规模的恐慌，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日本间谍的查探，美国这个向来推崇自由的国度，于1945年年初史无前例地开始了新闻管制。一夜之间，所有媒体上关于白色魔鬼或者幽灵炸弹的消息消失得一干二净。这个举措对本就有点恐慌的美国人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日本军部打击效果爆棚。1天2天还没事，本来按照计划最少也得3天才能飘到美国呀，中间还不乏相当一部分掉到太平洋的。可问题1个月、2个月过去了，不管是收音机上还是报纸上都没有任何关于气球炸弹在美国本土哪爆炸的消息。那种感觉就跟中了大奖，结果一不小心把兑换券掉火里一样，心态直接就崩了呀。对于这个气球炸弹的信心也是越来越小，直到彻底放弃气球炸弹计划，草草收场。大量被制造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放飞的气球，也就这样被静静地放在电影院和相扑馆里面吃灰。1946年的远东国际法庭上，气球炸弹的始作俑者荒川秀俊以及气球炸弹的最高指挥官梅津美治郎大将，也分别作为战犯而被判处7年监禁以及无期徒刑。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